大家好，我是晴。今天这期我们直接来讲一个几乎每个投资新手都一定听过的东西 ，ETF 到底是什么？你可能已经听过很多人这样讲，新手先买 ETF 就好 ，ETF 比较稳 ，ETF 是懒人投资神器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虽然知道 ETF 这3个字，却不一定真的知道它到底是什么。它是股票吗？是基金吗？今天这期我们就用最白话的方式把这件事讲清楚。先讲一句最简单的 ，ETF 就是把一篮子的股票打包成一只让你买。你先把这句话听懂，就已经抓到 ETF 7、8成了。用最简单的方式讲，上次我们讲股票的时候有说，你买一家公司股票，等于你拥有那家公司非常小的一部分。比如你买台积电，你就是台积电的小股东。那如果今天不是只买台积电，而是把台股市值最大的50家公司全部包成一包，让你一次买进呢？那你等于一次拥有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、富邦金、中华电，还有其他很多大型公司的一小部分。这个一整包就是 ETF 的概念。所以 ETF 最白话的理解就是，它不是只押一家公司，而是一次买进一整组资产。例如台湾很有名的一档 ETF叫做0050，全名叫做元大台湾50。你买一张0050，不是只买一家公司，而是等于一次买进台湾前50大公司的整体组合。所以你不用自己一家公司一家公司慢慢买， ETF 已经先帮你打包好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第一次听懂 ETF 之后会有一种感觉，哦，原来它比较像一个投资组合，不是一只单一股票。这个感觉是对的。那 ETF 到底是股票还是基金？答案是 ETF 本质上是基金，但它可以像股票一样买卖。这里我们还是补一下正式名称， ETF 的英文叫 Exchange Traded Fund， 中文通常翻成指数股票型基金。很多 ETF 不是靠某个基金经理人每天主观判断，今天买哪只，明天换哪只，它比较像是照着一套规则去选资产。比如说，挑台湾市值最大的公司，挑美国前500大公司，挑高股息公司。你可以先把指数理解成一句人话，一套选资产的规则。ETF 很多时候就是照着这套规则，把一整组资产打包起来，然后让你像买股票一样去买它。所以如果要再收成一句最够用的话，就是 ETF 是一种基金，里面装着很多资产，但你可以像买股票一样买它。那为什么很多新手都从 ETF 开始？这个问题其实才是这集最重要的地方。答案很简单，因为 ETF 比起自己一开始就选个股，通常更分散、更省力，也更适合长期。我们一个一个讲。第一个原因，它比较分散。这是 ETF 最常被推荐给新手的原因。如果你今天只买一家公司股票，你押的就是那一家公司。它做得好，你赚；它出问题，你也跟着受伤。但如果你买的是 ETF， 里面可能一次就有30家公司、50家公司，甚至更多，那你就不是把命运绑在一家公司身上，而是分散到一整组资产上。这里有一个投资里很重要的观念，叫做分散风险。白话讲，就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ETF 最重要的好处之一，就是它天生比较容易帮你做到这件事。例如，你买0050，你不是只买台积电，你是一次买进台湾大型公司的整体组合。就算其中某一家公司突然表现不好，也不代表你整包直接出大事。所以 ETF 的第一个优势就是它帮你把风险分散了。第二个原因，它比自己选股省力很多。第二个原因是它比较省力。因为如果你要自己选股票，你通常要研究很多东西，这家公司在做什么，它怎么赚钱，财报好不好，产业有没有前景，现在价格贵不贵，这些不是不能学，但对刚入门的新手来说，门槛真的比较高。ETF 因为已经照某套规则打包好，所以它帮你省掉了一大部分自己一档一档挑的压力。注意哦，不是说买 ETF 就完全不用学，不是。要讲的是
ETF 通常比你从零开始自己挑个股更容易上手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，如果你现在还不会判断哪家公司值得买，那 ETF 会是一个比较容易开始的起点。所以 ETF 的第二个优势是，它降低了新手一开始的难度。第三个原因，它比较适合拿来做长期投资。第三个原因是 ETF 很适合拿来做长期，因为很多 ETF 的设计本来就是在让你去跟着一整个市场或一整组资产的长期表现。例如，你买追踪大盘的 ETF， 你押的就不是某家公司明天会不会突然暴涨，你押的是整体市场长期有没有机会慢慢成长。这个逻辑通常会比我猜哪只明天会喷稳很多。所以对很多普通人来说， ETF 很适合拿来做这些事，定期定额，长期持有，慢慢累积资产，不用天天盯盘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 ETF 跟懒人投资绑在一起。但这里一定要提醒一句，懒人投资不代表不用脑，这句很重要。很多人一听到 ETF 就以为反正买 ETF 就稳赚，反正买 ETF 就很安全，反正买 ETF 就可以完全不用管。不是， ETF 只是比起你乱压单一股票，通常更容易做到分散，比较适合长期，也比较好上手。它不是魔法，它不是保证赚钱，更不是你买了之后就可以什么都不懂。ETF 也会跌吗？也有风险吗？会，当然会。这里你一定要先记住一句话， ETF 不等于安全，只等于比较分散，这两件事差很多。ETF 有哪些常见类型？这里先帮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分类，不用一次背很熟，你先有概念就好。第一种是执行 ETF， 这种 ETF 通常是追踪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公司，例如0050，美国的标普500 ETF， 这类最常被当成新手入门的核心持股，因为它通常比较分散，比较稳，比较像跟着整个市场走。第二种，高股息型 ETF， 这类 ETF 比较偏向挑配息高的公司，所以很多人会因为它看起来有现金流而被吸引。但这里先提醒你一句很重要的，买高股息 ETF 不要只看配息，更重要的是看总报酬。什么叫总报酬？就是价差加配息，加起来你到底赚多少。因为有些人只看到殖利率很漂亮，却没注意到价格本身可能没成长，甚至还在掉。所以高股息 ETF 不是不能买，而是你不能只看它每年配多少。这一块之后我们可以再专门拆一期讲。第三种，产业型 ETF， 这种 ETF 是押某个特定产业，例如半导体、AI、电动车、生技，这类通常波动会比大盘型 ETF 更大，因为它比较集中，不像大盘型那么分散，所以这类比较适合你已经知道自己在押什么产业，也知道它的风险和波动在哪。第四种，海外型 ETF， 这种 ETF 让你不用只押台湾市场，例如追踪美股、追踪全球市场、追踪某个国家或区域，这类的好处是你可以把资产分散到不同国家、不同市场，这样就不会所有东西都绑在单一市场身上。那新手是不是就一定该买 ETF？ 答案是，很多新手确实可以从 ETF 开始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要闭着眼买 ETF。 如果你今天完全不懂个股，没有很多时间研究公司，想先建立投资习惯，愿意用长期方式慢慢累积资产，那 ETF 确实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。但如果你今天的想法是，我买 ETF 就稳赚，我买 ETF 就不用学，我买 ETF 就完全不会亏，那你还是会出事。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买 ETF， 而是你有没有搞懂你买的是哪一类 ETF， 它里面装的是什么，它追踪哪个规则，它风险在哪里，这些才是真正要学的。最后帮大家把今天这集收成4句话。第一句， ETF 就是把一篮子的股票或资产打包成一只让你买。第二句，它本质上是一种基金，但可以像股票一样买卖。第三句，很多新手从 ETF 开始，
不是因为它保证赚钱，而是因为它比较分散，比较省力，也比较适合长期。第4句 ，ETF 不等于安全，它只是比单押一家公司更容易上手的一种投资方式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有人在问你 ETF 到底是什么，你可以很简单的回答 ETF 就是一个可以在市场上买卖，里面装着很多资产，通常照某套规则打包起来的商品。这样你就已经比很多只会喊新手买 ETF 就对了的人更懂它到底在干嘛了。如果这期有帮你把 ETF 这件事讲明白，记得订阅。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it clear。